在精神病院18年，我与恶为邻。我被一群恶人养大，也在这里惩治恶人。还以为称霸精神病院的是个人物，没想到是个黄毛丫头。而这天，我得知了自己真实身世。大小姐，老奴终于找到您了。江家，就是荆州首富江家。不错，你不仅是江家真千金，还是江氏唯一合法继承人。18年前，你爷爷病重，江家需要一位继承人。可你的父亲和3个哥哥都不靠谱，老大平庸无能，老二生性暴虐，老三花天酒地。所以你爷爷就把遗产留给还未出生的你，托我保管。谁知生产那天你被报错了，谁知后来在我的精神病院发现了你。那就是说，江家还有一位千金。江家真是个恶人窝。师傅，你是来给我送别的？陈芳，我是你亲徒弟吗？我是来提醒你，咱们这里的教室该修缮了。你不是千金吗？就拿出15亿，1分钱都不能少。多少？15亿？又想被收拾了，老实点。大小姐，这些年您就住这种地方啊？是啊。一鸣姐姐，我听院长说你家人来接你了，你要离开吗？一鸣，你还有家能回，不要留在这里和我们一样孤苦。我会好好考虑的，你们快去休息吧。如果继承了遗产，说不定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走吧。大小姐，我来吧。真是个奇女子。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既然姐姐回来了，我就不留下打扰你们一家人了。你们照顾了颖儿18年，请收颖儿一拜。只是我一走，你们千万保重身体。你这孩子，快起来！我们怎么舍得赶你走？我只是个养女，怎能留下爱姐姐的眼？颖儿，你可是从小被我们捧在手里的明珠，也是那个疯丫头走。你就是姐姐吧？我替你享了10几年荣华富贵，该向你下跪道歉才是。是他自己要跪的，不关我的事儿。我有罪，姐姐若是不肯原谅我，谢
在我就去精神病院替你过苦日子。你就看颖儿这么跪着，未免太恶毒了吧？在我们那儿，有错就是要挨打的，打一架也就2000五。你敢打我？不是你说请罪吗？我原谅你了。我们连颖儿的一根头发丝都不舍得碰，你却这样欺辱她。女儿，疼不疼？妈妈，哥哥，我们本就亏欠姐姐，她要发泄也正常。姐姐这意思就是我和江家两清了，我这就走。你很好，我的乖女儿。可以啊你，刚回来就敢这么撒野，以后这个家岂非都要看你脸色？别以为你是爸妈的亲女儿就可以胡闹，在我们心里，只有颖儿一个妹妹。随便一挑拨就上当，怪不得老爷子不把家产留给这几个蠢货。既然回来了，就要守江家的规矩，免得以后惹出笑话。今天你就跪在这儿，把这本家规背下来，背不下来不准吃饭。造反是吧？老子今天就把你打服！服不服？你别得意！怎么会这样？他在精神病院不应该过得很惨，手无缚鸡之力吗？看来在精神病院只长蛮力不长智商。姐姐，你也看到了，爸妈和几个哥哥离不开我，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只要笼络住他们的心，江一鸣，你迟早要滚蛋。颖儿，你就安心留下，我看他能把你怎样。嘿嘿，我懂。精神病院有些人也听不懂人话，我都是当个屁，唉，把他们给放了。江一鸣，你再说一句试试！够了！都是江家血脉，你们闹成这个样子，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对对对，咱们好歹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败家的3兄弟，死要面子的爸，耳根子软的妈，还有爱挑事儿的他。不过，我就喜欢与恶为邻。一鸣，你妹妹她胆儿小，你又刚从精神病院回来，你多让让她。好啊，我会雕刻，你要玩具不要？你他妈找死是吧？不用不用，这太危险了，你也小心点。一鸣，我们带你去看看房间吧。一鸣，这是颖儿亲自给你布置的房间，你看看喜不喜欢？亲自布置的。姐姐，虽然我给你准备的都是我用过的东西，但我也是为了互相了解，增进咱们的姐妹情分。虽然是二手的，那也是你在精神病院没见过的好东西，认清自己的身份。妹妹，我一直把你当乖乖女，没想到你这么有活啊！颖儿呢是第一次做这种粗活，不像你，所以你不满意就多多担待。我就是要羞辱你，让全家上下都看看你回来依旧撼动不了我的地位。说得对啊，咱们姐妹情深，我必须好好享用啊！放心吧，姐姐，江家都用最好的家具，不会用精神病院那种劣质木板。就算你是从精神病院回来，我们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姐妹情有点脆，经不起考验哦。你哪来这么大牛劲儿？大哥，咱这2个妹妹都非池中之物啊。这摔一下可疼了吧？我给你上药好不好？不用不用。这怎么会这样？家里的家具是谁置办的？老爷，夫人，是我的过失，我没仔细检查，才让大小姐受了伤。我才刚回来，又是让被家规，又是床板断了，说不定日后啊，王妈也敢给我脸色看。哼，行了，让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给你补偿的。站住！要给现在就给，免得赖账。那个房间不赖，我要了。不行，那是我的房间。哎呀，今晚这星星真好看。爸妈，哥哥，终究是我占了姐姐的，我还给她就是。江一鸣，颖儿她有失眠症，认床，你让她怎么了？那就把床搬出来呗。隔这么远我都闻到了一股味儿，真是稀罕事。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每天洗澡换床单，怎么可能有味儿？你们都没闻到，好浓的绿茶味儿啊！江一鸣，你也太过分了，这事儿又跟颖儿没关系，你为什么总是咄咄逼人？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了，我还有事儿呢。真的跟你没关系？就开个玩笑嘛，看把你吓的。既然3位哥哥都不愿看他委屈，那就把你们的房间让出来喽。另外，我的衣食住行全包哦。别缠上我！我还以为真是兄妹情深，不过是利益为先。二哥，你不是最疼我了吗？你说句话啊！颖儿，一个房间而已，我让人重新给你装一个。二哥，那屋的装修我不喜欢，我也要重新装。谢谢二哥。爸妈，他也太嚣张了，根本没把你们放眼里。好了，颖儿，明天就是认亲宴，这个关头还是息事宁人得好，免得传出去什么风言风语，对江家不利。哼！江一鸣，你不会得逞的。18年前我能把持江家，如今也能。香啊，这大概是外边唯一的好处了。你就是江家刚认回来的千金。姐姐，这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也认识认识。颖儿妹妹，你姐姐的相貌身材可比你差远了，一样的高定礼服，被她穿得像地摊货。你们就别说笑了，姐姐她从小在京师，流落在外，生活条件不好。不是爱吃吗？把地上的捡起来吃了。怎么不高兴啊？这么馋，在精神病院，你跟你的病友吃的是猪食吗？啊？不仅是个神经病，还是个哑巴。以后再敢欺负颖儿，本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哟，知道害怕，主动投怀送抱。圣上，不如这俩姐妹你都收了得了。松开，她的手你不配拉。江一鸣，你疯了！他可是盛家少爷。知道我疯就别惹我。小贱人，我还收拾不了你了。来试试啊。徒手？那个，我突然想拉肚子。颖儿，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斤斤计较？妈妈，是我不好。欢迎诸位莅临江家。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宣布，
我们江家失散多年的另一个女儿颖儿的双胞胎姐姐江一鸣正式回归江家。一鸣，你放心，从今往后江家就是你的依靠，我们一定会对你们姐妹俩一视同仁的。从今往后啊，颖儿和两位妹妹都是江家的掌上明珠，绝不会让你抢走我的位置。不是你，姐姐，我想跟你和睦相处，你究竟怎样才能放下偏见？要不你打我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姐姐，都怪爸妈和哥哥太宠爱我，才让你受委屈。我有办法弥补你。大哥，怎么不见颖儿？那个小贱人也没影。难道……我们还有些事要忙，诸位请随意。这小贱人把颖儿撂到哪儿去了？大哥二哥，他们在那儿。江一鸣这个贱人，竟然敢这么欺辱颖儿！我非扒了他的皮喂狗！冲动什么？蠢货！就是蠢的卦象啊！你俩什么意思？要任凭他在江家撒野不管吗？别只用蛮力，动动脑子。你的意思是，这是个让他滚回精神病院的好机会。荆州有头有脸的人今天都在这儿了，要是让他们看见姐姐霸凌妹妹，别说江家，就是荆州也容不下这号人。爸妈，两个妹妹不见了。什么？刚才我还看见一鸣在喝酒呢。一个掌上明珠，一个流落在外，江家真能平衡得了？一山不容二虎，难保不会为争夺宠爱大打出手。诸位，还请大家帮个忙，一起去找找。走走走，看看有什么好戏。颖儿！一鸣，怎么是你？你们这是怎么了？妈！爸妈，哥哥妹妹，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是我回来打扰了你们一家人团圆，我这就跳下去一死了之。一鸣，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还要妈妈失去你第二次吗？可是爸爸宠着妹妹，三个哥哥向着妹妹，只有我是个外人。他说的可都是我的词儿啊。你还有妈妈呀，妈妈永远爱你，好孩子，快下来。不，如果因为我造成你和他们的矛盾，我宁可去死。你听说了吗？那位就是老爷子一直在找的孩子，还以为江总和三位少爷对找回来的妹妹有多好，原来都是装的。我可听盛家少爷说了，那江颖儿可不是什么双胞胎妹妹，而是养女啊。江大小姐流落在外就算了，如今回来了还要被逼着跳楼，这江家还真是表里不一啊。江一鸣，你少装！我刚才明明看见。颖儿，你说刚才都发生了什么？我，爸妈哥哥，你们看我脸上的伤都是妹妹打的。他说如果我不滚出江家，就要了我的命啊！这江家养女真是恶毒，替亲闺女享了10几年福就算了，如今连容人之量都没有。就是，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有这种人在，江家也是完了。不是这样的，爸爸，你听我说，爸，你打我！
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比起我承受的，他挨这一巴掌太轻。一鸣，莹儿已经受到惩罚了，你也该息事宁人了。如果我说我不呢？那你想怎样？从我回来就在被针对，江颖儿栽赃嫁祸，你们充耳不闻。就算泥人，也有3分脾气。今天我一定要个交代。江一鸣，你再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赶出去！该滚的是你们，你们现在吃的、喝的、住的，花的都是我的钱。你的钱？疯了吧？哦，看来你们不知道那个秘密啊。江家还有什么秘闻？难不成是江老爷子？行了，请各位离开，这是我江家的家事。还有，我不希望今天的事儿传出去半个字。走吧，回去好好谈谈。好嘞，江总。既然你爷爷把家产留给了你，我也不会阻拦。不过，江家继承人不能是个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混混。什么？那死丫头继承了江家家业？爸，老爷子真是荒唐！江家怎么能交到这种人手里？完了，江家完蛋了。爸，那你打算把姐姐送去哪里读书？普通的学校怕是教不了姐姐。京大附高，那可是万里挑一的名校，以他这智商，能毕业吗？江一鸣，你敢去吗？有什么不敢的？我在精神病院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吧？全面发展，姐姐是说打架斗殴吗？那确实厉害。一天学都没上过，你识字吗？自取其辱。精神病是不是都这样？打架斗殴，乱咬人。说啊，怎么不说了？这么害怕精神病啊？姐姐，咱们一家人开开玩笑，你不会往心里去吧？对对，都是一家人。一鸣，你3个哥哥也是为你着想。别得意，我一定会让你滚出江家。又要做什么？江一鸣，给我闭嘴！京大附高，有点耳熟。一鸣，你要去京大附高？没错，院长，这个学校事儿多吗？一鸣，你放心去，京大附高的校长是我故交，说不定你也认识呢。我认识？哎呀，不管了，有后台江莹儿就不敢乱来了。一鸣，在江家还好吗？是不是你那个妹妹和几个哥哥排挤你了？排挤我又怎样？在精神病院见过的恶，比他们可狠多了。放心，院长，我应付得来。看来你有法子应付他们了。一鸣，喝杯牛奶有助于睡眠。你不用做这些的，我也不在意你们是不是爱我。景阳他从小脾气就不好，
不是有意针对你的，你别跟他计较。他辱骂我，动手打我，这都不叫针对？是我没考虑到你的感受。来，把牛奶喝了吧。我不能喝牛奶，5岁那年我喝一口牛奶浑身起疹子。我吃不了任何沾牛奶的食物，让我不舒服的人，我也零容忍。喂，上学啊？要不要上车？不好意思啊，姐姐，二哥手误了。江一鸣，我最后警告你，即使你去了京大附高，和我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再敢造次对颖儿不敬，我保证你在荆州活不下去。看见了吧，颖儿，只要我出手，那小贱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二哥，你真好。刚才给你的教训不够是吧？放开我，江一鸣！要是爸知道你在外面对我大打出手，不会放过你的。是吗？当然，我可是他养了10几年的亲儿子。你不会真以为你能顺利继承江家吧？江总，你儿子再次对我不敬，你该兑现承诺了。二少爷，赵叔，是不是我爸让你带人来教训他的？你们2个，赶紧把那个贱人拖到地下车库，好好教训一下。记得给我往死里打。你们干什么？我爸是让你们来教训江一鸣的。二少爷，老爷说了要把你送去国外读书，没有他的允许，你永远不能回国。放开我！放开！我可是江家2少。委屈你了，大小姐。你到底给爸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可没那么大本事，不过是江景阳这颗棋子没用了。你胡说！胡说！自从我回来，江景阳屡次针对我，却回偷鸡不成18米。按他的性格，迟早会给江家丢脸。所以我跟江磊提议，他要是再惹我，就把他送出国。你在江家待了18年，竟然看不出江磊的为人，在利益面前，亲情根本不算什么。爸爸不爱你们，但爱我。他对我跟对你们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不都被他养了18年，就因为你是养女，还是说……你想多了，跟你这个疯子没什么可说。你究竟想干什么？放开！我要带上警察！这个妹妹刚回来没几天，就把凶神恶煞的二哥解决了，真是好手段。听说首富江家刚寻回来真千金，一山不容二虎，这下有好戏看了。就算是真千金，流落在外18年，论气质谈吐，肯定不能和颖儿比。同学，这里有人吗？这里有人。
这就是给我的见面礼。等一下，本少爷让你坐下了吗？盛大少，你的手不疼了？上次是我放松警惕了，这回要你好看。姐姐，你别嘴硬了，老老实实给泽少道个歉。有我给你说情，说不定上次的事儿泽少就不跟你计较。不识好歹。妈的，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人多，又能把我怎么样？往后这个班里，谁敢跟江一鸣走近，帮了他，就是跟我盛家过不去。怎么，你盛家是高速公路啊？还管谁能不能过？谁再敢笑一下，就滚出去！今天不把你打死，老子不姓盛！废什么话？有本事就动手啊！你一个女生哪来这么大力气？你们这叫校园霸凌，懂吗？是又怎样？你看他们敢说出去半个字？没用的东西！现在知道害怕，晚了。你们是不是都被盛泽欺负过？刚才你们都看到了，是盛泽带人挑事儿，这是校园霸凌。我已经把录下的视频发给校长了，是非对错他自有评断。你认识校长？我怎么着也是江家千金，自然有些手段。你们难道就甘愿一直被盛泽欺压？就因为他是盛家少爷，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吃饭插队，撞到人从不道歉，我早就忍够他了。我刚到这个班时，也被他针对过。现在，你们敢不敢对盛泽和江颖儿的霸凌反抗回去？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疯了！走！谁呀？敢打本少？A 班的同学，你们在做什么？校长，他刚在学校打人，你快处罚他！是我打了他们。
们几个先去医务室看看，下面的事儿我来处理。江一鸣，走吧，我们谈谈。入学第一天就被约谈，我看你怎么跟爸妈交代。爸爸妈妈，姐姐实在太过分了。这是那个小贱人打的。我不过是想让他跟盛家少爷道歉，他就煽动全班同学打我。爸妈，我往后哪还有脸在学校待啊？二小姐从小娇弱，被打得这么严重，万一留下疤痕，往后怎么见人啊？爸，那小贱人真是给江家丢尽了脸，她显然不把你放在眼里啊！入学第一天就给我找事儿，真以为我动不了她？站住！怎么了？你怎么敢对颖儿下这么重的手？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儿，都敢对二小姐下手，背地里还不知道有什么手段呢。江颖儿，你告状都不把前因后果说全吗？你煽动全班同学打了盛少和颖儿，这叫霸凌！我不是，我没有啊。一鸣，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我过分？谢谢校长。哎，是我该谢谢你。几年前我去精神病院和疏影叙旧，差点就被一个病人伤了，幸好你救了我。原来是你啊，校长，怪不得院长说我可能认识。不过盛泽和江颖儿为人霸道，我也不能时时刻刻维护着你，你可要保护好自己。我自己能应付得来，只希望您如实告知今天的事儿，并且全校通报。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真是高看你了。现在你就回自己房间反省。你让我把话说完。还狡辩什么？敢在学校殴打亲妹妹，你这种人不配读书，更不配留在江家。王妈，把他的东西收拾了丢出去。是，大少爷，我这就去。你这个小贱人！你是下人，我是小姐，你也敢骂我？别愣着了，坐下来谈谈。霸凌者另有其人，我的话你们不信，校长的话总该信吧？是他的号码没错，不过你凭什么断定校长会为你说话？我没做过的事，问心无愧。校长自然实话实说。哼，而且今天我是跟他在叙旧，根本不是被谈话。京大附高的校长，多少人约都约不到，跟你叙旧，做梦的吧？姐姐，就算你是爸妈的亲女儿，荆州首富之女，但也不能利用权势让校长屈服啊。一鸣，事已至此，你不如实话实说，我不会让你爸爸赶你出去的。张校长是吗？我是 A 班江颖儿和江一鸣的爸爸。听说颖儿和一鸣闹矛盾了是吗？但是江颖儿和盛泽同学霸凌同学在先，江一鸣和其他同学也是不得已才反抗的。这事儿我已经全校通报了。好嘞，给校长添麻烦了，您先忙。爸，我也是被逼的。委屈有什么用？现在全校都知道江家千金霸凌同学，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我错了，爸爸，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江颖儿犯了这么大错，江总你不惩罚，这要传出去，江家岂不成了毫无规矩、是非不分？从今天开始，你只有生活费，每月10万的零花钱取消，上学也不会给你配车。你怎么来了？别生气了，颖儿。我从小看着你长大，你哪受过这种委屈？姐姐才是江家真千金，我只是个冒牌货。有她在一天，我注定在江家没有容身之地。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受委屈。那个小贱人，我有办法收拾她。颖儿一向温柔，怎会引导王妈去害人？难道她从前都是装的？三少爷这么晚还不睡啊？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正打算去找些药。我帮少爷去找吧。不用不用，我这会儿好像没事儿，你去忙吧。颖儿和王妈什么时候走得这么近了？这破函数也太难了吧！到底是谁发明的？太可恶了！这么晚，江颖儿还要作妖，太努力了吧！进！你怎么来啦？大小姐，你也太调皮了，怪不得先生夫人不喜欢你。怎么，江颖儿让你来害我的？哪儿能呢，大小姐，这几天事儿比较多，夫人担心你晚上睡不好，特地让我送一杯助眠牛奶。是吗？是啊。敢伤害颖儿的人，我绝不放过。你这个小贱人！刚才还一脸谄媚，现在怎么连装都不装了？大小姐的行为都不是正常人能干的，我就是被吓到了。幸好放的是过敏药，不是毒药。助眠牛奶，你吐了还怎么助眠？总不能是这牛奶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吧？江一鸣，那牛奶你不能喝。走，我带你去看医生。是他喝了。王妈，你怎么敢？三少爷，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怀疑我害大小姐？这个王妈不简单，我不能打草惊蛇。这牛奶可是从英国空运回来的，她不配喝这么好的牛奶。配不配不是你说的算。三少爷，你为什么打我？这一巴掌是警告你送错牛奶，什么身份做什么事，不准擅作主张。出去。是。你是怎么知道那牛奶有毒的？第一，我牛奶过敏，这事儿你妈知道，不可能让她送牛奶过来。第二，我教训过她，她绝不会这么好心，除非……原来如此。
你明知道我刚才是救你的，为什么踩我？第一，从我回家，你也不是没针对我，这一脚还你，我们两清了。第二，王妈明显心里有鬼，不要打草惊蛇。你还挺聪明的。感谢你上次帮我们教训了盛泽，这是感谢你的。谢谢。盛泽和江颖儿被全校通报批评了，要不是你，不知道他们还要作威作福到什么时候呢。都怪他，本来大家是围着我的。下一节体育课，老师是托我爸爸关系进来的，我跟他说过了，一定好好关照江一鸣。下一节体育课可以放松一下了。我先去个卫生间。报告！盛少，你这是怎么？老师，你在学校叫我盛同学就好。我啊，被同班一个女生针对了。你可是盛家少爷，谁这么大胆，敢针对你？老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家世好，仗着有些拳脚功夫，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下节课您见到他，还是躲着他吧。放心，盛少，你父亲与我有恩，我一定会帮你教训教训他。第一次上我的课就迟到，果真傲慢。今日必定好生教教你。每个人都要带上护具，待会儿看我示范，你们再2两一组进行训练，得分越多，学分越多。我还以为新老师很严厉呢，原来这么酷啊！听说老师曾经是全国跆拳道赛的亚军，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施展拳脚了。结合你们以前的课程，现在开始2两一组开始训练。老师，江一鸣同学怎么办？他跟我一组。虽然一鸣同学是有些拳击功夫，可想从老师手里拿到分，哪儿可能啊？那没办法，他刚转来，没有固定队友，但愿老师脚下留情吧。荣幸之至，跆拳道高手是得好好切磋一下。我记得师傅当年也是全国跆拳道冠军来着。江一鸣同学迟到就算了，态度还如此儿戏，可见对这节课十分自信啊。不敢不敢，我那就是3脚猫功夫，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既然如此，我给你5次机会，只要你有1次达到我刚才的水准，这节课我给你满分。如果你1次都没有做到，期末我会给你挂科，当做你不敬师长的惩罚。好。看起来老师不是很喜欢江一鸣啊。刚才老师那一下，没几年练习可达不到那腿力。颖儿，你就看他怎么成为笑话吧。老师，如果我一会儿踢倒了这把子，你可愿意跟我比试一番？混了几年社会，学会打架斗殴，就以为自己能和专业人士抗衡，真是不自量力。一鸣，你知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水平？你就算要逞强，也不用这么拼啊！江一鸣，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连张老师的一招都接不住，识相点就赶紧为自己的无礼道歉，省得待会儿哭着求饶。一鸣，你赶紧跟老师道个歉，老师还能不跟你计较？江一鸣同学敢于挑战是好事，就算待会儿不敌我，我作为老师也会手下留情的。那就请老师多多赐教了。没想到你还真有2把刷子，这怎么可能？那一招没几年跆拳道经验不可能做到，难不成我真的小瞧他了？有几个月没练了，看来技术没有退步。师傅要是知道，肯定高兴。我可没给他丢人。老师，我刚才那一腿怎么样？一鸣疯了，他这是在挑衅老师，
不怕被班主任谈话呀？一鸣，你快给老师道歉，别再胡说了。老师，我是班长，一鸣同学是新来的，不懂事，我回头就扣他积分。我这不是一招制敌吗？我们刚才可是约定好了，你可不能反悔。反正全班同学都看着，是你主动上来送死的，别怪我不客气。江同学精神可嘉，既然这么多同学都看着，我也不好推错。那今日我就指点你一番。班长同学，那就由你来制定规则吧，不然我就为师不尊了。那就3局2胜吧。第1局手持木板，谁踢碎最多谁胜；第2局悬挂木板同理；第3局实战把对方 KO。公平起见，只要江同学你赢了1局，都算你胜，如何？不，就3局2胜。长者为尊，老师先请。那就听你的。我看江一鸣能玩出什么花来。第1局，张老师胜。还整后手出场，装什么高手？姐姐，这可是最简单的一关，你碎掉的只是张老师的一半。别怪妹妹我没提醒你，不如趁早收手，别给江家丢脸。一鸣，你现在认输也可以，你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继续。年少轻狂，我今天就好好挫挫你的锐气。碎了9/10，江一鸣，你还不认输？这才进行了一半，你急什么？这一局可比上一局更考验腿力。姐姐，你想清楚了，只有10个木板全部碎掉，你才能赢张老师。这一招似曾相识。怎么样？姐姐，你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一次比试，你无论如何都不是张老师的对手。江一鸣，张老师可是曾经是全国跆拳道亚军，几十年如一日训练，你拿什么赢？我记得师傅好像是跆拳道冠军，后来被污蔑使用兴奋剂才精神失常。江一鸣同学，如果你害怕就不要继续了，你已经赢了1轮了，我不会同一个学生计较那么多。张老师这么多说辞，会让人以为您不敢了。你，江同学如此自不量力，我就好好指导指导你。江一鸣，你就只会防御吗？就是现在！他怎么会这一招？多少年了，我还是赢不了他吗？一鸣，你怎么什么都会啊？我太崇拜你了。那是因为在精神病院，什么样的天才都有。老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家都看到了，这场比赛公平公正。你的师傅是谁？A 班同学，你们在干什么？还能不能有点同学情谊啊？校长，这个江一鸣不敬师长，你快全校通报他呀！哼哼。害我被全校通告丢尽了脸，这次你等着被开除吧！校长最讨厌学生仗势欺人，一鸣却打伤老师。校长，是我作为班长的失职，你要通报带上我一起吧。
一鸣，你这脚踢得真不轻，还好是我，否则可以直接进医院了。校长，他这种人，简直是给学校丢人！你快把江一鸣开除了吧！张震老师，你被学校开除了。凭什么？我好不容易才进来这所学校，是他不敬师长在先。我一定会帮你教训教训他。录像记录的一清二楚，你受盛泽同学挑拨，故意针对江同学，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仅凭这一点，你也没有权利开除我。我可是走后门入职，你还骄傲上了。你在别的学校任职时跟同事不和，体罚学生，这里不需要你这种仗势欺人的教师。愣着干什么？下节课不上了。上学比在精神病院还痛苦。江一鸣同学，你来回答一下，下一句是什么？姐姐，这可是高一学的，你连这都不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李白的诗。算你运巧。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不能辜负爷爷和院长的期待。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儿，下周咱们年级去石窟研学。去山里研学，夜里气温低，我给你多拿些厚衣服。二小姐，你就没出过远门，一定要小心啊！我没他们那么细心，你缺了什么就自己买。姐姐，去研学1周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啊？不会是没人给你准备吧？不知道的以为你去旅游呢。越是自理能力差的人呢，才需要带那些没用的东西。你是不是嫉妒家人都对我上心，故意赌气才这么说的？要不你求求我，我就把吃穿用品分你一半。站住！就带这么点儿，你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你求求颖儿，她有的我也给你备上。用不着，他的我来准备。这可是顶级房车，价值几百万呢。三少爷平时吊儿郎当的，一涉及二小姐，他就十分上心。开门，妹妹，这些都是你的。三哥对我真好。妹妹，你看看还缺什么吗？三哥，你没整错吧？我才是跟你朝夕相处了18年的妹妹啊！你怎么能偏心她呢？你也知道只对一个人好是偏心啊。你要知道，你只是被领养的，她才是和我流着一样血的亲妹妹。我不要，我是上学，不是旅游，这太高调了。装什么装？不就是想炫耀吗？都怪我三哥，我不该和姐姐抢的。不管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都太过分了，挑起家族内部斗争，很愚蠢。爸爸，如果不是当年我亲眼所见，我真的会认为江家很美好。你是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从前三哥都对我唯命是从，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终于还是来了。
哥，三哥，对不起，刚才的事儿是我不对。一鸣毕竟是爸妈亲生女儿，可我也跟你们有18年情分在，你怎么能那么对我呢？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你在学校联合盛泽针对江一鸣，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凡事都有个度，物极必反，你懂吗？对不起，三哥，我没想到他才刚回来几天，你们关系就这么好了。我是为了江家，他身上流着江家的血。你走吧，只要你好好的，从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不好意思，王妈，怎么突然搬这么多药？二小姐说下周他们班去研学，我忙着准备东西呢。我也去给妹妹们准备一下。江家是我的，江一鸣，我定要你有去无回。这怎么可能？难道真是我多余了？你说什么？你让我去石库给你偷一个文物回来，你怎么不去？我在这儿又出不去，你带回来一个给我研究研究。我不偷，这是犯法的。你怕啥？你是精神病，谁能奈何得了你？你快点，我等着你把工具装进书包里，否则等你回来，我就给你挂科。这样行了吧？到时候仿个假的得了。妈妈，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快就回来。研个学怎么跟生离死别一样？爸爸妈妈再见。像你这样从小没人要没人亲的，自然不懂亲情。大家可以自行参观，一定要结队而行，注意安全。那老头子究竟喜欢这什么啊？这应该没人发现吧？江一鸣，你妹妹她不见了。跟我有啥关系？你不是她男朋友吗？再不行，你找老师啊。江一鸣，你和颖儿不和的传闻，荆州人尽皆知。如果她今天出了意外，而你毫发无伤回去，荆州媒体会怎么议论这件事？怪我好事，要是因为她影响我继承遗产可不行。老子真服了，好门屁事真多。他在哪儿不见的？他那么娇气一个人，会跑到这种地方？我要回去。江一鸣，你敢伤我，完了！有病吧？又演什么？你敢伤害我，我盛家保镖自然是要护住你。怎么，教训还没吃够啊？你认为多叫几个人就是我的对手？本少吃一堑长一智，任你有多高的本事，也不可能在这迷药作用下撑过10秒。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等一下，等一下，能让我说一句遗言吗？你也会求饶啊？你说吧，我会帮你转告爸爸妈妈的。来吧，今日谁替谁转告遗言还不一定呢。你他妈出门随身带防毒面具！运气运气，你们愣着干嘛？上啊！等会儿，撤！今天计划取消。
少爷，这就是个黄毛丫头，你怕啥？我说了，穿！少爷，您就瞧好吧，看我怎么帮你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有我们4个在，保证让她吃不了兜着走。今天拿不下她，我往后倒立走路。我错了，姐，我错了，放过我们。姐姐，都是他叫来的人，跟我没关系的。江一鸣，你敢动我，盛家不会放过你，学校一定会把你开除的。就是啊，姐姐，就算再怨恨我们，也得为自己想想。江家继承人不可能会是一个罪犯。你们是不是忘了，我可是精神病？那我做出一些反常行为，也算合理。江一鸣，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只要你能放过我和颖儿。真的？当然，我知道江老爷子把江家留给你了，我可以跟你联姻，巩固地位，届时江家自然是你的了。一鸣，老师，江一鸣同学不见了。谁稀罕跟你联姻？我要钱，破钱消灾，不过分吧？你想要多少？5000万是吧？我现在给你转。No No No， 是5个亿。你疯了！我哪来那么多钱？这是我10几年来所有压岁钱和红包，快5个亿了。 5个亿买盛家少爷杀人未遂的新闻，你这是赚了。江一鸣，我算是看出来，你根本没想把我们咋样，就是借口勒索钱财。总算是聪明了一回。快把卡还给我！敲诈勒索，信不信我报警了？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盛大少派遣保镖威胁我人身安全，我这是正当防卫啊！你们赔点精神损失费，这很合理啊。 巧言恋色，刚才那几个保镖是怎么威胁我的？我都录音了。你确定要报警？还有地上那些都是证据。你江一鸣、江颖儿、盛泽都在哪儿啊？一鸣，你在哪儿？江一鸣，你高兴得太早。如果老师亲眼看到你把我推下山崖了。 颖儿，你怎么这么傻？拿命栽赃我，短剧看多了吧？姐姐，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绝不再回江家。发生了什么？ 放开我！坚持住，用力！妹妹，你就算再记恨姐姐我，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老师，我是被姐姐推下去的，
他不想让我再回江家了，也不愿我和盛泽走得近，所以被推下去的毫发无伤，伤人的被割破手指。这，老师，我有人证，盛泽亲眼看见了。老师，江一鸣害怕颖儿跟他争遗产，所以才把他推下山崖，说要伪装成失足。江一鸣看见我害怕计划暴露，所以才用了苦肉计。而且，颖儿一向娇弱，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老师，这不可能，一鸣不是这种人。班长，那你有证据吗？有句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一鸣，你有证据吗？你拍的视频只能证明盛泽蓄意伤害，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师，我有话说。这下人证又多了4个。江一鸣，我看你怎么摆脱这一局。我亲眼看见江大小姐的确是去救人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二小姐为了栽赃大小姐，自己跳下去的。大小姐真是为了救人。江颖儿，都针对一鸣多少次了？回回偷鸡不成蚀把米，竟还不长记性！你胡说！你们这是栽赃！怎么，你的人证说话就是事实，我的人证说话就是栽赃？他们几个可都是盛大少你的人，反过来为我作证才更可信啊！吃里扒外的东西，回去看我爹怎么教训你们！这样闹大了，几个学生难办，学校更难办。江一鸣同学见义勇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走吧，该回去了。老大，你为什么要帮江一鸣说话？他都那么对我们。咱们没干掉江一鸣，你觉得盛少和盛总会放过我们吗？不如卖给江一鸣一个人情，大事化小，盛总也不会再计较了。那个同学，你这一身功夫在哪儿学的？教教哥们儿几个呗，我们可以拜你为师。真的？你们愿意拜一个高中生为师？反正我们在盛家肯定混不下去了，不如另找山头。好啊，那你们以后就是我徒弟了。这一趟研学，真是让你俩受了好大的委屈。妈妈，都怪我让你担心了。委屈什么？江一鸣见义勇为，全校都知道他是个英雄，往后学校哪还有你的立足之地？爸，你怎么能这么说颖儿？肯定那小贱人使了什么手段。春和，一鸣也是你妹妹，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爸，再这么下去，我们谁都奈何不了那小贱人了。江家真要交到这种人手里，一招不能制敌，就是无能。春和，你不会让爸爸失望，对吗？院长，那5个亿打过去了。你呀，自己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还只惦记别人。你们又不是别人。一鸣，这几天我想了很多，除了在家，你在哪儿都好。也许是这个家的问题，忽略了你的困难和感受。我也没有什么困难。一鸣，我们已经错过很多年了，给妈妈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好。
放心，颖儿，就算这个家都向着江一鸣，我绝不会。你才是我唯一的妹妹，我帮你把妈妈抢回来，好不好？妈，颖儿不见了，你快回来！什么？我现在就回去。一鸣，你妹妹不见了，你拿着这张卡去买些自己喜欢的。还是这身得劲儿啊！我是首富江家的女儿，你们敢？不愧是江家千金，细皮嫩肉的。这个不过也算亲弟弟儿。说吧，你们姐妹俩谁先伺候哥儿？伺候？我怕你受不起。受得起，受得起。妹妹，你想怎么玩，哥哥我都受得起。垃圾！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啊！折磨死这个小娘们儿！住手！你们也是道上的？你们是泽少的人。他知道我被绑架，让你们来救我的。不对呀，大哥怎么会把计划告诉他呢？江大善没说有这一派，难道还是别节外生枝的好？几位大哥是来分一杯羹的。起来吧，师傅，我给你松绑。不用，我另有计划。就这60个委屈玉的掌门，你们什么时候成了他的人啊？给老子闭嘴！江春河怎么还不来？徒儿，为师有点热啊。师傅，这下凉快了吧？春和，你确定颖儿被绑在这儿了？我的人都找到颖儿手机的定位了，错不了。江一鸣，这会儿你估计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吧？在生死面前，妈妈还是会选择颖儿，看你有什么脸面在江家待下去。老大，来了来了！你俩给我老实点！颖儿，你们别伤害我的颖儿！一鸣，你怎么也在这里？这江一鸣怎么好好的？难道是我来早了？颖儿，我的颖儿，你们要多少钱都
别着急，只要人没事，一切都好谈。这2个人，你只能选一个，而另一个，让你选一个，听不懂吗？你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只求你们放过我的2个女儿。少跟哥们几个讨价还价，妈，你就快选吧！可2个都是我的女儿啊！哪那么多废话？给你10秒，10、9、8、7。爸，我求求你了，救救妹妹吧！妈，颖儿才是你养了18年的女儿，她的样貌、品性、成绩哪一点不比江一鸣好？我选颖儿。选完了，你们该放人了。不是说了选颖儿吗？这群蠢猪，这也能放错人？我是说了选一个，可我没说被选的那个人是生是死啊！把亲闺女抛弃了，亏江家人做得出来，敢反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样吧，你想救人，我帮你啊。一鸣，妈知道你有本事，求求你救救你妹妹吧。江大少，俗话说得好，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世上总不能你算计别人，不能别人算计你吧？我知道这小杨女是你们全家的心尖肉，这样，5个亿，我立马就放了她。我没有5个亿。江少，我们之间可是有秘密的。如果你还想坐稳江氏总经理的宝座，就乖乖听话。小人！我亲自叫车送2小姐回去。那个，我突然想起有个东西落那儿了，我去取。这太危险了，他们奈何不了我。赶紧走！这里边1人5000万，剩下的归我，怎么样？跟着我好好干，等我继承江氏，有你们的好处。把这几个给我叫醒。把你们知道的都说出来，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我都说，是江大少。不中用的东西，居然被一个丫头反将一军，那可是5个亿呀！现在正是资金短缺的时候，足够要了集团的命。我去要回来，人家早就留了后手了。明天江家大少雇人绑架亲妹妹的新闻就会登上热搜。原本接他回来是要套走他手里的遗产，这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一定会讨回来这笔账。儿子，今天爹就教你一个道理，最好的阴谋是阳谋，你要让他自己选择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道路。人呐，永远活在自己的执念里。江一鸣，你不是爱钱吗？我这儿有条赚钱的路子，你去不去？2位留步。江少，最近查得严，你可以，他不行。他是我答应杰森老板的猎物，今晚最大的惊喜。
这里就是地下世界的法则。没错，弱肉强食。这就是你说的赚钱的路子。赢一把300万，就看你有没有命拿了。妈的，又输了！今晚已经15连胜了，不愧是鬼王。你还要赌吗？杰森老板，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惊喜。江公子，这就是你说的能和鬼王一较高下的人？你可是从我这儿借走了1个亿，就带来了一个女人，你怕不是在玩我？哥，这可不是一般女人，她是我的亲妹妹，是不是鬼王的对手不知道，但我保证，一定是今晚的惊喜。那就安排在下一位吧。鬼王引以为傲的超人拳，至今无人可破。今晚要么江一鸣被打死，要么和鬼王过2招，抵了那1个亿。反正我怎么都不亏。江小姐，接下来该你喽。诸位，这位小姐是今晚鬼王的最后一位对手，你们是压她还是压鬼王？咱这儿开这么久，还是头一次看见小姑娘上台。第一次上台就对上鬼王，算他倒霉。我已经输3把了，这把只要我把全部身家压鬼王，一定能成倍赚回来。看来这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悬念的一局。我压我自己，不犯规吧？你知道拳手压自己如果输了代价是什么吗？上一位压自己的拳手输了，可是被剁了5根手指头。如果遇上的是鬼王这种王牌选手，如此不敬，别说杰森会不会剁了他的手，鬼王都不可能让他活着从笼子里出来。哼，你以为我说的玩命是吓唬你的吗？以为自己有3脚猫的功夫就能从这儿完好无损的出去？做梦！江小姐，你也听到了，你确定要继续压自己？如果我赢了呢？竟有如此不自量力之人，在鬼王手下，你连1击都躲不过。如果你赢了，这些全部都是你。我敬你有几分勇气，签下生死状，刚才的话立即生效，你敢吗？这不是闹着玩的，江一鸣。只要签下，要么你竖着离开，要么你横着出去。今日，由我来终结你的荣誉和罪恶。不知死活！还真让他躲过了鬼王1击，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江公子，你这个妹妹真是有意思，不过也就这样了。连续2次撞壁，自动判输。打死他！打死他！不跟你小打小闹了，现在我就了结你。他这是要……鬼王生气了，
他要用独家绝技超人拳终结敌人，血腥暴力才是真正的视觉艺术。居然有人能接住鬼王的超人拳！你敢骗我？你这个妹妹究竟是什么来历？她不久前是被从精神病院接回来。杰森老板，你放心，她砸不了您的场子。再说，您不是还有那位吗？有意思。老子今天全赔了！废物！我赢了！说话算话啊！这些钱都是我的。江小姐，看来你很爱钱嘛。你愿不愿意再挑战一轮？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我这儿有个人喜欢挑战高手，只要江小姐赢了他，这些黄金连同刚才的筹码，我一同奉上。好啊，奉陪到底。难道是那位？真的黑虎！除了那位曾蝉联3届全球跆拳道冠军，这世上无人是他对手。我听说黑虎大人被污蔑进神经病院，出来以后功夫居然更上一层楼了。不错，在黑虎面前，鬼王只配给他提鞋，这下有好戏看了。小丫头，陈芳是你什么人？我老师。这怎么可能？陈芳当年被污蔑使用兴奋剂，进了精神病院。我为了向他讨教一番，才设法进去。你怎么可能？他究竟是什么人？竟然随随便便就了结了黑虎！虽然今天亏大发了，但能一睹这种实力选手，也算是赚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在精神病院被虐待得很惨吗？怎么会有这种实力？喂，我赢了，你该兑现承诺了。什么承诺？我只知道，敢砸我场子的，休想活着离开。原来废弃剧院竟然是地下黑拳场，这下有头条了。喂，这里就是地下世界的法则。没错，弱肉强食。叫啊！继续叫！不好了，老大，警察来了！都是这个死娘们儿，大不了同归于尽。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回来没多久，让我2个儿子都栽到你手里，真是好心机呀！看来还得我亲自出手。你也太大胆了，万一我没赶到呢？我相信你，而且这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选择我？不怕我抢走遗产啊？因为我恨这个家。妈妈，我给爸爸打电话送你去医院。乖，你们爸爸工作太忙了，别打扰他。妈妈吃了药，很快就退烧了。我去给妈妈热水。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我不敢告诉妈妈和哥哥，怕他们伤心。后来这个家里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大哥二哥变得那么陌生，这都是他的错。那江颖儿呢？当我知道她并非我的亲妹妹时，第一反应当然是心疼。可是自从你回来，她屡次针对你，而且我总觉得她和王妈关系不一般，但是与不是，真相总会揭晓的。江小姐，这是您要的 DNA 检测报告。妈妈，都怪姐姐，非要挣那黑钱，才让大哥进了局子。这个逆女！他们怎么会一起回来？不行，三哥是我最后的庇护了。只要我像以前一样装装可怜，他肯定帮我对付江一鸣。三哥，你怎么才回来？大哥进去了，二哥出国了，我好害怕。接下来我们会不会也要分开？二哥性格暴虐，是该好好磨练。大哥为人不正，早晚有此一劫。至于我，问心无愧。还是说你做了亏心事，怕被揭发？姐姐，你要是气我占你位置，你冲我来就好了，别伤害哥哥和爸妈。哎，你别！你一定要把这个家拆散吗？我在这看得一清二楚，江一鸣没有推他，是他自己摔倒的。先生，夫人，明明就是大小姐先推的二小姐，否则她心虚什么？一鸣，快给你妹妹道歉！妈，你真的认为闹到这个地步是江一鸣的错吗？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自从他回来，家里变得鸡飞狗跳，我现在就好好教训你。锦川，从小到大你从来不对妈妈发脾气，你这是怎么了？妈，江颖儿她说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江颖儿是江磊和王妈的孩子。你说什么？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吗？你这是造谣！我可以找律师告你。我收集了他们三个的头发，去做了检测，你自己看看吧。怪不得你给王妈开那么高的工资，原来是要养你的小三。等于是我把你推荐到公司入职，你说要来做保姆，我也同意了，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妈妈，可我无辜的，你亲手养了我18年，你忍心赶我走吗？你无辜？那晚王妈给江一鸣牛奶里下药，不是你指使的吗？怪不得你总是告一鸣的状，看来你早就知道了，要把我亲闺女赶出去，你独享江家的宠爱和资源。妈妈，就算是你的亲女儿，可我们也有18年的情分在啊！你和爸不能抛下我，否则我就把这事儿捅出去，到时江氏股票大跌，咱们谁都别好过。
一鸣，坐好坐好。一鸣，对不起，当年我竟没发现你被抱错了，如今你回来，我还帮着外人欺负你。没关系的，我理解你，你也是被蒙骗的。蒙骗？当年一鸣被抱错并非意外，是爸默许的，因为他想拿到遗产。现在接一鸣回来，也是因为江氏资金周转不过来，需要变卖不动产。其实爸出轨这事儿，江景川5岁就知道了，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改变不了什么。对不起，锦川，是妈妈没用，才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等你掌握了真本事，还能保护我们。什么真本事啊？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不让我知道？江锦川，你敢打我？你应该叫我一声哥。妈，你看他。爸，难道我们就这么败了？别急，就算他有老爷子的遗嘱，公司那群老狐狸也不会同意他接管公司。爸，你有办法了？这就是你说的真功夫？我猜他一定会向你认错。你就不想教训教训他，发泄一口恶气？来试试。我觉得我不行，你把他当成江磊或者王妈，狠狠报复回去。走，还有一个地方。除了功夫，还要掌握真理。这我可不敢。一鸣，你还会这个？在精神病院，我经常玩师傅做的玩具枪，那里什么恶人都有，所以我学得多。没想到你学得还挺快啊！这是我的嫁妆和这些年的存款，我要补偿你。这下肯定够15亿了。我不同意。妈，我也不同意。你当初说好了，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嫁妆，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静雪，我是出轨了，可是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最温柔贤淑了，能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原谅你？你也配？你疯了！我不是疯了，是这些年太顺着你，让你忘了我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妈，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你要是真放心不下姐姐，我愿意把那些财产分一半给姐姐，只求能够和睦相处。别叫我妈！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姐姐的，我只是怕你们不再爱我了。妈妈，在我心里，你才是我唯一的母亲。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颖儿受伤了，你一点行动都没有吗？你也太恶毒了！你们父女俩想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来这一出，我还能给他个后路。现在休想！这死娘们现在怎么不好骗了？哦，对了，一鸣可是继承了老爷子的遗产，现在这个家是我们的，你们俩给我滚出去！遗产？我告诉你，苏静雪，股东会那帮老狐狸不可能让一个野丫头继承了集团，这是股东会的一致决定。只要江一鸣解决了西区矿工闹事的问题，就同意让他继承遗产。好啊，我答应。
西区那些矿工可都是要钱不要命的，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囫囵个回来。那就签字吧。等一下，你不能去，那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不止一次听说那里出过事故。放心，我的实力你还不明白。再说了，未来公司交给我，我一样要去解决的。那我和你一起去。家里还需要你。希望你说话算话。大小姐，你真的要去？既然这是江氏的烂摊子，早晚要被收拾，不如我趁此立威。这么荒凉，大小姐，要不走吧？老爷临终前嘱托我照顾好你，若是真出了事，老爷泉下有知，不会原谅我的。爷爷要是泉下有知，公司落在江雷手里，那才是真不会原谅我们。你就是江氏新派来的官儿？是。听说你是江家刚寻回来的大小姐，是你？是。我是代表集团来谈判的。完了完了，大小姐哪是他们的对手？我们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谈判？你们还有脸来谈判？不要以为你是江家大小姐，是个女人，我们就不敢动你。怪不得江磊那老东西拿你们没办法。江磊，给我上，让他们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现在能不能好好谈谈？你们江家人一样的残暴，狼心狗肺。不行，看来得改个姓啊！我无意与你们交战，是你们不愿与我坐下好好谈。你们是谈判吗？我看是威胁。怎么对江家敌意这么大？这其中一定有隐情。这里不大安全，出去谈吧。别以为你刚才做了一桩好事，就能让我们放下对江家的恨意。这比起你们带来的伤害，根本微不足道。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江家这么大恨意？我是来谈判的，只有你们说出诉求，我才能补偿啊。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你们别不识好歹，我们家大小姐可是真心实意求和的，这就是你们求和的态度。你别给我添乱，一边去。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你们，但我觉得你们一定需要一样东西。师傅，我终于找到你了。哼，江大小姐出手真是阔绰，可我们不是要饭的，有些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不是收买，这些是你们应得的。听说集团不止一次拖欠你们工资，所以我认为先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好好谈。这是你们欠我们的，不过你一个刚回江家的小丫头，说话能算数？江磊的算计你们也见过，如果我没有把握取代他，就不会来这里。姑且信你一次。今天太晚了，有什么别的问题，明天再说吧。江大小姐，咱们这儿可没有酒店能招待你，这里的宿舍你们这些公子小姐们住不惯，你可能得在车里将就一晚。不，我跟你们住一起。大小姐，那地儿可没你想象的好。我要是介意，就不会来了。况且，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老爷，看来江家真的是后继有人了。小姐，这实在太简陋了。这跟我之前住的也差不多，就这样吧。你们都该休息休息吧。头儿，咱们能信他吗？
看他想怎么说吧。反正要把这里卖掉，让咱们无处可去，我绝不同意。江氏既不想出了这工资，又不想他们闹上新闻，所以让我办这难差。结果成与不成，他们都受益，但只有去了，才能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想要完美解决这事儿，必须要对症下药。妈，我这边挺好的，真的。奶奶，奶奶，小心！你做什么？救人。你的方法没用，快放开他！头儿，你孩子好了。楠楠，吓死爸爸了，还好你没事儿。爸爸，是这个姐姐救了我。多谢，刚才我……不必，我明白作为一个父亲的心。现在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而再不执行集团的命令吗？楠楠，好好睡觉，我跟姐姐有些事儿谈。集团要把矿场卖出去，可买家早就实现了转型了，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辞退。我们不同意，集团就压着几个月的工资不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那你们怎么不……江家有钱有势，而我们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我向你们保证，绝不会让集团把矿场转让出去，而且会让你们的待遇比从前提高数倍。你们愿意信我一次吗？好，你都把工钱提前结给我们了，还救了我的孩子。可是你怎么说服他们呢？那只要我们不再去闹事，你是不是就算顺利完成任务，就可以给你权利了？你们不仅要闹事，还要闹得更大。你们想对我老大干什么？想伤害他，先过我这一关。你们休想伤害我家小姐一根毫毛！别以为你们人多就可以吓唬我们。我告诉你们，我的兄弟们可以1打10。你们两个给我滚一边去！不用，你们别过来。你们是这样，刚才我们与江小姐已经谈妥了。谈妥什么？就是大小姐解决了。师傅，厉害！我教你们的，一定要背熟啊，到时别忘词儿啊。我都记住了，放心，我一定会督促他们的。走吧，该回去收网了。大小姐，您让罗大威干嘛去了？很快你就知道了。妈妈，您就别担心了，姐姐要继承公司就要面临考验，这是她该做的。你不必再装好心，你巴不得她回不来吧？静雪，你未免把颖儿想得太坏了。西区矿场危险，我也说了，是她自己要去，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哟，那我毫发无伤的回来，怕是不顺某些人的心了。乖女儿，你没受伤吧？我听说那边的矿工都是魔鬼。你去了这1天1夜，妈妈担心的睡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儿吧？放心吧，我不仅没受一点伤，还把事儿给解决了。真的太棒了，不愧是我江锦川的妹妹。你说什么？你解决了矿工闹事儿，他们同意买矿了？你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你不会死要面子骗爸爸吧？半年没解决的闹剧，你去了1天就摆平了？难不成他耍我玩呢？到底有没有摆平，明天去公司就知道了。我不是让你跟着他给他捣乱吗？你怎么回事？一个信都不给我发。先生，我尽力了，可小姐办事处处支开我，我也是没办法。反了，我都反了！
儿子女儿不听话，老婆打我，现在一个管家都敢给我脸色看。爸，你还有我，绝不会让江一鸣就此得意。走路不长眼啊！敢撞本小姐！你再骂，赶紧叫哥哥。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上我就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一大早跑跑闹闹成什么样子？不愿意看就滚！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指指点点。先生，不好了，公司那边说西区矿场的工人又来闹事了。不是解决了吗？真的？我就知道这死丫头不可能完成这如此艰巨的任务。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那就去公司看看喽。我跟你一起。我有个忙需要你帮。走吧。狗公司拖欠工资，致矿场员工运不顾。别装死，给我们一个说法。董事长，你不是说问题解决了吗？你给各位解释一下吧，到底是怎么办的事儿？就你这种无能的人，也配执掌公司？一个女娃娃以为有了江老爷子的遗嘱就不自量力了？非要逞能，现在好了吧？明天你和集团都得上热搜。即便你有老爷子的遗产，也得这群老狐狸手下蜕层皮。这件事的确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我马上就联系财务，10倍工资补偿给你们。如果你们有其他诉求，比如开除此项目执行人，我也一定不会护短。不，我指控江磊转移公司财产，藐视律法。江总，我们接到10名举报，您偷税漏税，转移公司财产，请问您作何解释？这是什么情况？完了，这下公司股票要大跌了。你们别听他胡说，这是诽谤！诽谤？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你拖欠工资、偷税漏税、转移公司财产，桩桩件件你抵赖不了。哼，当年我们可是服了老爷子的面，让他上台执掌公司，现在倒是只顾着自己，把我们置于何地？不中用了。哦，我知道了，你为了继承遗产，故意联合他们给我下套是吧？你做错事儿可不止这一件，你拖欠员工工资，导致员工家属重病不治，你又该如何解释？这传言竟然是真的！江家大小姐亲自爆料，肯定假不了。明天的头条这不就有了吗？怪不得这群刁民一夜之间就开了智，原来是你搞的鬼。这事儿一旦闹大，查到我身上，这群老狐狸哪还会站在我这边？事已至此，只能……这个项目我早就交给你了，你就是这么办事的？真是枉费我对你的一片信任。你现在要甩锅给我？拖欠工资是我的女儿办事不力，我代表她郑重向你们道歉。我立马联系财务，10倍补偿你们。至于这个逆女，我一定将她开除，以表决心。我说过了，你的罪不止一桩。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都知道，我刚出生就被报错，流浪在外，而这一切都是江磊指使的。天哪，原来当年报错并非意外啊！真千金失控首富父亲抛弃自己，这可是头条中的头条。对
弃亲孩子，这可是犯了遗弃罪，要坐牢5年的。这事儿当年只有我和王妈知道，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我。你为了继承老爷子留下的遗产，真是不择手段。得知你流落在外，我可是第一时间派人寻找你，给你和几个哥哥一样的待遇。你现在就反咬我一口，你说我遗弃，可有证据？是啊，我听说认亲宴上，江总可是当中宣布会对2个女儿一视同仁的。没有物证和人证，这……谁说我没有证据？一鸣，我的乖女儿，你没事吧？放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江一鸣威胁你？你赶紧走，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你不是要人证吗？我给你找来了。各位，这女人是我家的保姆，她什么也不了解，你们别听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的是你！你他妈敢打我！哼，事已至此，我还有什么不敢的？江磊只说了一半，我不只是江家保姆，还是他的情人。什么？天哪！江总真是饿了。这江总又是偷税漏税，又是遗弃亲生女儿，这下还出轨保姆，这咋还有隐藏剧情？这下是真不中用了。当年是夫人介绍我进公司，江磊却说他爱上了我，要给我一个家。我从小贫困，相信了他的话。后来我有了身孕，还和夫人同一天生产。生产那天，江磊让我把2个孩子互换，为了我女儿衣食无忧，我答应了，并且亲手把江大小姐放在精神病院门口。贱人，你敢污蔑我！污蔑？我对天发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就算是警察来了，我也一字不改。江磊，我不会再被你骗了。是不是你教唆他的？那就是你，对不对？我们多年夫妻情谊，你就这么对我？他难不成又要针对一鸣？即便他要针对，一鸣行得正坐得端，自有办法化解。你呀，就别担心了。夫人，我有办法帮大小姐。夫人，三少爷，我愿意把当年的事情全部告诉媒体，只求你们放颖儿一条生路。夫人，颖儿好歹跟你有18年的母女情分，我愿意指控江磊，只愿颖儿能顺利完成学业，往后能在江氏这种大企业工作。我不愿她和我一样无法回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不是所有父母都像你一样自私。不，你们不会得逞的。就算我倒了，江一鸣也别想继承江氏。各位媒体朋友，这个江一鸣流落在外18年，实际上是在精神病院，他就是个疯子。他今天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信。颖儿，你别再说了，连你也站在他那边。今天哪怕鱼死网破，我也不会让他继承江氏。有个精神病，你们快把他抓起来。我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你以为把一鸣当成精神病抓进去，江家唯一继承人就是江颖儿了？我告诉你，做梦！有我在，你们别想动一鸣一根毫毛。你们耳朵聋吗？我让你们动手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抓进精神病院去！妈，你别再维护他了，只要你对我跟以前一样，我保证这个家还是和和气气的。赶紧动手！只要这个小贱人进去，颖儿继承遗产和我继承没什么区别。江磊，一鸣也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一定要毁了她吗？是她要毁了我！既然她不肯放过我，那就别怪我心狠。江磊，我忍你很久了，这么多年，你算我娘家的钱，算计我的嫁妆，我都忍了。可现在你还要害我女儿，大不了咱们也鱼死网破。要带走我女儿，先过了我这一关。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最新的报告。
一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院长给我准备的。你一个从精神病院出来，想要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谁信啊？就是，撒谎也得动动脑子吧。这份报告真实有效，上面有市3院的盖章，各项指标都显示，江一鸣女士精神状态十分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我们院长防的就是你这一手，所以得到管家来接我的消息，就带我做了检查。我随身携带，不过没有拿出来而已。这是什么时候的？你们再好好查查，就这么不负责任吗？江一鸣女士不符合精神病症状，我们从业数十年，这点经验还是有的。什么态度？听到了吗？我女儿精神没问题，是个正常人，不但能继承江家和公司，还能告你诽谤。听见了吗？我可以告你诽谤。静雪，我知道错了，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你能不能为我向一鸣求求情？妈妈，再这么说，咱们也有18年的情分在，你就原谅我吧。苏静雪向来信奉家和万事兴，一定不会让江家在众人面前丢脸。原谅？你们也配？我苏静雪在此正式宣布，和江磊离婚。我去，还有瓜！首富江磊，这下真要倒台了。你疯了！我没疯，我说我要跟你离婚。跟我离婚？你不过是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家庭主妇，除了逛街做饭，你还会干什么？离了我，你哪能在这个社会立足？怎么？难道离了你，老娘就活不下去了？我有钱，我能带着我女儿周游世界，吃香喝辣。再说，我女儿这么厉害，以后指定前途无量。我跟你这种吸血鬼没什么可说的。赶紧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又是要股份，又是要房产，这跟让我净身出户有什么区别？这么些年，你算计我娘家的财产，也该还了。哦，对了，就算你不签，我也会起诉离婚，到时候一样要还给我。不如现在体面一些。该要的你们都要了，今天这出闹剧也该结束了吧？等一下，我们接到你偷税漏税、私自转移公司财产等一系列罪行的举报，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是，这其中一定有误会。院长妈妈，我都想你了。你个死丫头，还知道想我？那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帮你教训教训江磊那个王八蛋。徒弟，你继承遗产没？我的教室该翻修了，你不会把这事儿忘了吧？什么话？我早就凑够钱了。这世上还有你徒弟我办不到的事儿吗？这些钱都能重新盖一所精神病院了。一鸣，你睡了吗？先不说了啊。进。这些是和江磊离婚分的财产，都给你。有了这些，你以后想干嘛就干嘛。现在婚也离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我这也老大不小了，还能干嘛？我照顾照顾你，闲着没事去逛逛街，这样也挺好。什么老大不小，女人至死是少年。我听江景川说过，你以前可是独立女性，为了丈夫和孩子才回归家庭的。要不你接任公司吧？我都有10-20年没工作了，哎呀，这有什么嘛？我不一样，从小没上过学，我们可以学习吗？好，好，好，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这就对了。一鸣，你能叫我一声妈妈吗？
算了，等你彻底习惯有妈妈在身边，再叫也行。你呀，就是操心太多了。要不我带你去精神病院看看？这就不用了吧？有些事还是有必要的。你都看到了吧？住进这里的人，有的天生的精神不正常，有的是压力过大导致的，也有的是被丈夫、家长强行关进这里的。那你在这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害怕？我是被一个失去孩子的女人捡进去的，刚开始有些害怕，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也很可怜，也很可爱，所以我就不害怕了。你怎么了？醒醒，妈！女儿，你没事吧？快快躺好，你替我挡了，我能有什么事儿？是一个刚来的病人砸的，我已经让护士训过他了。妈，喝水。一鸣，你叫我什么？妈妈。苏总，一鸣，这是我整理出来关于旅游开发区的资料。谢谢，辛苦了。是我该谢谢你们，当初你们没计较我的不懂事和小心眼，还资助我完成高中学业，同意我到公司实习。否则，当年你也只是个三观不成熟的小孩子，肯及时回头就是最好了。颖儿，今天中午去给你做了你爱吃的菜。苏总、大小姐，你们还没吃午饭吧？不如一起尝尝我的手艺。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苏总过誉了。妈，你也吃。哎，这怎么不算另一种大团圆呢？你们俩想干嘛啊？妈妈，你会不会怪我害了大哥二哥？你大哥二哥能力确实有限，脾气也古怪，让他们磨练磨练自己也挺好。幸好我向你投诚的早，否则我也要被你赶出去。